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这个护理系列教学哈。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在辅助行走器具啊，包括主要是三种，一个是 cane 啊，我们叫做手杖；一类叫做 crutches 啊，我们叫拐杖啊，就是现在咱们封面看到这个啊，患者正在用的双侧扶着这个拐杖。那么最后一个叫 walker 啊，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席步架啊，那个4点着地的那个。可以手撑着的啊向前走的工具。那么其实这3种工具呢，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啊。但是呢，就我个人的体会哈，如果我们并不是说亲自的每天日常工作中接触这些，那么可能对于这种3种不同器具的这种使用啊，还是会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啊。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患者他要用拐杖而不用这个手杖？为什么他这个病人会用到这个席步架啊？他怎么就不能换成这个拐杖呢？是吧？这些问题，你包括我们在使用每一个这种器械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包括我们怎么样给患者一个非常恰当的使用指导啊，让患者能够正确使用啊，不出现这种跌倒啊什么这些风险。其实这些呢，在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中，我感觉还是有点内容有点繁杂啊，就没有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梳理。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想呢，把这3个东西呢一起需要咱们掌握的知识，我把它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梳理。那么争取是把最重要的一些内容都集中在这一次都给它总结出来。好，我们现在开始哈。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使用这个 cane、crutches 和 walker， 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啊？主要是这几个，一个是防止跌倒啊，当然保持平衡是吧？减少这个患侧肢体的负重啊，当然主要是腿啊，你上肢呢不是这个范围啊，主要指的是下肢啊。同时呢，促进它的安全活动，这是核心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啊。那么下边我们看，其实就是用这一张教学海报呢，把这3个东西它各自适用范围进行了一个总结归纳。那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先看第一个 walker 用绿色标志的这个，大家看这就是一个 walker 它是4点着地啊。你看这是一个老年人在用，对吧？这其实就显出了它的一个特点，这个是稳定性最高的一种这种辅助行走的器具稳定性最高。那么它适用于呢下肢严重无力是吧？包括平衡很差，还有呢术后的患者他可能由于这种手术的原因，他根本接触不了地面那么包括就是步态不稳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可能并没有做什么下肢关节手术，或者是有什么残疾，倒不一定，但是呢他的步态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由于神经系统的病变比如说帕金森病是吧？他步态不稳，所以呢就需要用这个来辅助，因为它是稳定性最高的接下来我们看第2个 crutches， 就是这拐杖那么这也是双侧使用的那么大家首先要知道，通常我们都是双侧使用，而不是单侧使用。大家可能见到过有个别的人他只用一侧，但是这个不规范的。对于这种拐杖呢，我们双侧使用的拐杖，我们知道它的稳定性是中间稳定性就是说介于高和低之间，属于中等稳定中等稳定。那么它呢可以用于不能负重或者是部分负重的患者那么一般其实最常用的时候是年轻人单侧损伤比如说骨折或者肌肉拉伤或者什么原因他这条腿不能负重了，根本不能负重，或者是只能承受一部分重量。那么他因为他年轻上肢这种力量很强那么这个情况下他用这种其实 crutches 是最常见的。大家你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可能见到 crutches， 它的年龄都不是太大，对吧？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cane， 这个 cane 实际上它是稳定性最低的那么正是因为它稳定性最差，所以它只用于什么呀？就是轻度的这种平衡不稳定患者由于某些疾病的原因，或者是肌肉的原因或者神经的原因，那么它出现了这种平衡不太稳定，或者是非常轻微的肌肉的力量出现了这种不足比如说扭伤但是不严重
或者说比如说这个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疼痛啊，那么它但是不严重，都是轻微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手杖是可以的，就是用这个 cane 啊，你包括像慢性关节疾病是吧，一些神经性的疾病，但是大家要知道它一定是什么影响很小的这些疾病啊，才能够使用手杖，因为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种啊。那么这个呢，特殊提一个啊，用 cane 的话，一定是在健康一侧的手去拄啊，也就是说，比如他左腿力量差，右腿没问题，你一定要用右手拄拐杖，而不能放反了啊。他本身是左腿没劲儿，你用左手去拄，这个好像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啊，一定是在对侧，就是叫 strong side， 一定要用他健康一侧的手去拄拐杖啊。好，我们下边看一下这3个东西，我们尽量多的去记它的共同点啊，这样的话，其实它的区别真的是不太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共同点给它记住啊。第一个就是高度啊，首先我们用任何东西之前都要调整高度，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很高或者很低，那患者的稳定性绝对不好。通常什么高度，就是在我们的 wrist crease 啊腕横纹的水平。当我们这个双上肢自然下垂的时候，你的手腕的高度就是你这个手柄啊需要调节的最佳的一个位置。那么同时使用的过程中，你的肘关节肘关节应该保持大概15到30度这种很轻度的一种弯曲状态。你如果这个调得太高，比如你的手杖调得太高，是吧？你的这个 walker 调得太高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有可能导致你肩膀和这个胳膊就肌肉用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啊，你这个就很难受啊。实际上大家肯定会觉得不舒服，就是很容易劳累疲劳。同时，如果是这 crutches 拐杖如果调得太高的话，其实你会更难受，因为它直接顶到你腋窝啊，那么可能导致我们叫臂丛神经就在腋窝这一块，臂丛神经甚至有可能都会有损伤啊，这种压力。这种压迫导致神经损伤，所以位置必须要调节啊。那么像 crutches 我们说要3个手指在腋窝下3个手指放置它的这个支撑的位置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像过低你像你这个手杖 cane 太低了，那肯定病人就容易往前倒是吧？所以呢，位置一定要调合适在腕横纹的水平放置手柄。那么如果是 crutches 放在腋窝下3个手指的水平3个手指。那么第二个，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穿防滑鞋这个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你不能说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脚底下穿的，要么就是直接穿个袜子，或者干脆就光脚，是吧？大家你想象的话，因为你没有在工作环境中，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事儿。有很多就是说在像养老院这种机构他很多的老年人他真的是不穿鞋那么他只穿袜子，甚至有的时候由于他可能本身由于某些疾病比如说阿尔采默氏病他本身就有一些这种思维不清晰他可能不太明白自己应该是穿什么，光着脚就下地走，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当然你这光着脚再拄一个什么手杖之类的，这就会增加你滑倒的风险，所以一定要穿合适的防滑鞋再有呢，就是地面环境，这其实都是大家要注意的。你地面如果有这种水，是吧？或者有地毯这种边儿，或者是放置了一些杂物是吧？底下你刚用完的一个这个小凳子没有及时的移除，是吧？就在地面上放着，还没有拿走的时候，那万一这个老年人拄个杖，或者是病人直接这个推这个什么这个像那个 walker 过来了，结果被绊倒，是吧？这就很麻烦。所以呢，家里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呢，你所有的地面上这些像小方块的这种地毯就要拿走那么保证你的通道一定要宽敞，要明亮下边这个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基本上应该怎么走，也就是先迈腿，先迈哪条腿，还是先移动什么，是吧？这个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就是什么？先移动的一定是你的辅助设备就是先移动的要么是手杖，是吧？要么是拐杖，要么是 walker， 然后移动的什么？是你虚弱一侧的这个腿，最后才是有力的腿就是健康一侧的腿。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是病人是用这个walker， 那么是先把这个 walker 往前推大概比如说20厘米然后呢比如说左腿无力你就左腿跟上，
然后右腿再往前走，然后再是这个 walker 往前走20厘米啊，然后左腿虚弱这一侧跟上，然后右腿健康这一侧跟上啊。那么大家要记住这个原则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你的设备先往前；第二，虚弱一侧往前；最后是你有力这一侧往前啊。那么再有这个上下楼的原则啊，一定是什么？大家就记住，上楼梯是好腿先上，下楼梯是不好的腿先下啊。所以我们简单记这口诀什么 good up bad down 啊，好腿上，然后坏腿下啊。它的原因当然健侧腿它是更有力量，对吧？你移动之后要靠它去产生力度，支撑你身体啊，维持平衡。当然，我们也特殊说一下啊，你拐杖、手杖还行，上楼梯。walker 一般是不建议上楼梯的哈，这个大家要注意。第6个，我们一定要检查这个器械的安全，使用前一定要看这个，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高度是不是调整好了合适，那么橡胶底儿松不松，有没有磨损，螺丝有没有松的啊 ，walker 是不是稳定的 ，crutches 这个垫子是不是好的。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出问题，你可能不注意，时间长了，它真的出现一个松动，哪个螺丝有问题，而咱们直接把这个给患者用的话，有可能直接导致跌倒啊，这就比较不好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也是要提出来的，患者应该是什么？尽量的去使用这种辅助器具来保持平衡，而不是说去扶着墙啊，去抓着边上一个柜子呀，或者抓着你的手啊，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啊。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可能大家平时如果你不亲自去扶着病人，你没有让他去就是有保护性正确的一个保护的话，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是吧？这个患者扶着墙走啊，或者患者扶着你走啊，或者是这个他扶着边上一个柜子怎么样的，然后呢，万一那个东西还是个带轱辘的，那一推就倒啊。所以这些要特别注意。所以患者既然是用这个，就要一直用这个，而不要随意的就把手摸到别地儿去了，那个是增加他摔倒风险的哈，增加这种 fall risk。还有呢，起立和坐下，这也是这个原则，大家要记住哈。那么你往起站的时候，一定是双手先撑在这双侧椅子扶手上，先站起来，再去拿手杖也好，或者是这个拐杖，或者是这个 walker。坐下来的时候呢，是先松开，把手离开你这个辅助的东西，双手先撑在这个椅子双侧扶手上，然后再支撑身体慢慢坐下来啊。这个原则要记住，也就是说你起和坐一定是手都是放在扶手上，而不是手是放在这个辅助工具上的啊，那个就很容易造成不稳定。你想一想，你起来的时候是吧？你不是撑着椅子起来，你是抓着那个walker， 然后往起站，这个平衡它就会有一个转换，它就不稳定。而如果是你撑着双侧的扶手往起站，它就很稳定。起来以后再去扶着这个 walker 或者是 cane， 对吧？那么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视频讲的就是 YouTube， 我看到有一些它和咱们说的原则会稍微有点差异啊。那么当然如果你对病人非常了解，或者说你的这种工作的单位对这个都是允许啊，可以接受，那也问题不大。但是呢，咱们大的原则一定是最安全的，是吧？比如说我记得有的可以说有的视频是提到过哈，你这个使用 cane 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起或者坐呢，它有可能能够手是扶在这个 cane 上的，而不是扶在双侧扶手。你包括有的视频提到这个使用 cane 的时候，它可能是 cane 和这个腿一起往前走，是吧 ？cane 和虚弱侧的腿一起往前走，然后挪健侧腿。这个呢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它最根本的原理是什么啊？还是要把它分解开，先是器具，然后是虚弱侧，然后是健侧啊，这个要明白。那么不要是一边起来一边抓，也不要扶着什么这个 walker 直接做，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啊。那么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些所有的器具它使用上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下面我们说一下作为护理人员你需要注意哪些东西。那么第一个，护士站在哪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站在患者他虚弱那一侧，就是患侧，这样万一患者有什么问题，你马上就能支撑，是吧？如果是你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说安全起见，你都要给患者系一个这个 gait belt 啊，系个腰带。那么如果你现在需要用呢，一只手抓这个 gait belt， 一只手保护什么患者肩背部啊，而不要说抓着 belt 或者说直接抓胳膊，这个要注意哈，这个可能大家没有专门去琢磨这事儿，很容易就直接扶住患者的手，是吧？
或者说咱们的文化习惯不一样，搀扶是吧？一般都是搀胳膊，很少说直接去抓腰带或者怎么样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护理人员，第一，我们站在患者的患侧虚弱的侧边，同时不要抓胳膊要抓腰带，然后另一只手放在肩背部。那么第二个，每一步往前挪多远原则上宁小勿大你迈得越大，你越危险。那么要稳定小步那么作为如果是膝部架 walker， 我们每次大概移6到8英寸，也就15到20厘米。如果是用的手杖拐杖，可以幅度大一点，对吧？你就10到12英寸，也就是大概25到30厘米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不好记，其实就记一个20和30，这是最好记的walker 就是4个点支撑，需要最稳定的，你迈的是最小的20厘米，剩下那俩 crutches cane 这个都是稍微往前大一点30厘米。那么这个至于说原因，咱们就不用详细说了，是吧？那肯定是不稳那么口诀是什么 ？Small steps for safety 也就是说什么？宁小勿大宁小勿大。这个行走顺序护理人员应该提醒患者标准的顺序。这刚才咱们提到，先是器具，然后是虚弱侧，然后是健康侧这不重复了。再有转身的方向，这个大家可能平时也不太注意，应该是朝健侧转身。也就是说，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左侧左腿是虚弱的，右腿是有力的，那么当你要想转身的时候，要往右转，而不是往左转当然都有一些细节是吧？都有一些细节，不能太快不要交叉双腿，要小步慢慢转。你如果使用这种 walker 的话，你人始终要站在这个 walker 范围内就像这种。所以呢，一定是朝健康侧转身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患者万一突然跌倒我们要收紧 belt， 弯曲膝盖顶在这个患者身上，主要是后侧然后慢慢把患者滑到地面，而不要说使劲拉他，尤其是什么避免使劲拽胳膊那么这样的话，患者你也容易受伤，护士也容易受伤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结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在患侧是吧，要小步朝健康侧转身。那么如果是用的这个 walker 呢，是吧？你看有腰带是吧？然后呢站在他这个虚弱这一侧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往前移动的话，我们要怎么着？每次像 walker 移动20厘米crutches cane 移动30厘米。那么这个转身的话呢，一定要朝健侧转朝健康侧转身。好，那么今天我们有关这个辅助行走工具的这个课题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各位。